Hello，我是小猪。小天从奶茶变成抹茶的拐点，始于2018年8月31日的那个夜晚，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局的网站。警局的公开办案信息里，一则新增指控上的名字引起了网友的注意。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如今的网友们除了男女朋友，什么都能挖得出来。彼时，东子本人正好在明州参加一个学费15万的 CEO 镀金课程，除了他，不会再有别人。指控原因是 sexual conduct， 网友可能不认识 conduct， 但认识 sex 啊。看到这里，估计分泌的肾上腺素都能踢正步到拉萨了。那7个女怪在塘中洗澡呢。洗澡？啊，有人说东子长相配不上奶茶，颜值其实是东子所有优势里最不值得一提的。拿他最薄弱的部分欲盖弥彰，就像对肾虚的人说2分钟很长了一样。这种比较不具备任何意义。再说了，东子只是土，但绝不丑。中国企业家如果论颜值，他是能坐第一排的，甚至可以说除了李彦宏没有对手。即便是东子这张无精修球照都土帅土帅的，传递出一种信念感。俺热烈的妈，说俺丑就不是俺兄弟。东子被指控涉嫌1级强奸重罪，原告是21岁的明大女生。当时她作为面向中国富有且有影响力的管理者项目酒会的唯一受邀志愿者，坐在东子身旁。她说自己当晚被频频灌酒，东子送酒醉的她回到公寓后发生了强奸。不是我说东子，专业的事儿就该找专业的做。出来玩的精髓就是气大活好不粘人，事了拂衣去和开心点钞票的双赢。你找个女流子，技术好不好另说，关键是西瓜皮擦屁股粘一手，这不把自己都折进去了。也因为这件事儿，我才知道东子的英文名是 Richa。Richa 源自古德语，由代表权势的德语 Rick 和代表强壮的 Hard 组成，意为勇敢的领袖。但东子的初衷或许不会这么深刻，他应该只是看中了 Rich 这个宝贝。东子不知道的是，这些年 Richa 作为名字在英语国家，尤其在英国已经没人敢用了。因为 Richa 后来演变出的一个昵称是 Dick。 当然草根出身的东子肯定考虑不了这么深远，管他屌不屌，有 Rich 就行了。 Rich 是东子从幼年开始终其一生的向往。东子出生于贫穷的苏北，苏北最穷的宿迁。他的父母是典型苏北农民，常年在外跑船。他和哥哥妹妹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小时候姥姥做的猪油拌米饭对东子而言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吃完米饭的碗倒上开水还能喝2-3碗。也是穷怕了，所以对富裕的向往那么急切，声嘶力竭的要挣大钱，生吞活剥的想要出人头地。所以东子此后的人生轨迹有一条清晰的脉络：搞钱。同期大佬中，马云已经在西湖边的孤山公园找老外练英语，李彦宏已经开始考托福和 GRE， 为留学美国做准备。东子才第一次见到电灯泡长什么样。东子穷，但东子成绩好，高考680分，是1992年肃监市的高考状元，成为他人生逆袭的重要节点。这个成绩其实完全能进清华，但降维到人大又选了个社会学，源于东子当年的志向是当县长。小地方的老师水平也有限，就给东子出了这个挺浪费状元的馊主意。人大唯一的好处是把东子从苏北带到了北京。大学时期，东子就琢磨搞钱，在学生中做点小买卖。大四又用挣到的钱盘下了人大西门附近的一个餐厅。后来餐厅倒闭，把本钱也赔了进去。大学毕业，东子打了2年散工。1998年在中关村的电子市场租了一个档口，倒腾刻录机和压缩碟片，取名京东多媒体，用的是初恋女友龚小晶和自己的名字。龚小晶和东子是人大校友，江西人，家境很好，父亲在当地做教育局局长。
这年他在人大读硕士，东子前途未卜地飘在北京，一无所有，却依然能找到优质女友，听上去的确不可思议。其实创一代的魅力都很大，他们比富二代有胆识，比帅哥有头脑，再加上东子还是高考状元，拥有绝对碾压普通人的智商，这种魅力对高智商女性很有吸引力。换句话说，高智商女性都在挖掘男性潜力股上面技艺超群。中关村时期的东子生意体量虽然没法和后面比，但一年的销售额也有600万。2003年非典爆发，东子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此时女友早已进入北京部委，前途大好。士农工商，全家都在体制内的女友家，东子生意做得再好，仍被视为不入流，所以就棒打鸳鸯。估计龚小菁的父亲现在后悔死了，逃掉了一只腰骨。非典让东子失去了生意和爱情，但聪明人区别于普通人最宝贵的特质是脑子转得快。东子敏锐地发觉电商或许比实体更有机会，所以立即关掉店铺，融资搞线上商城。非典后的中国有些像文革刚结束77年的中国，百废待兴，空气中漂浮的一丝蠢蠢欲动，非常撩人。而这撩人的气息意味着什么，只有聪明人才懂。这一年，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旁的公寓创建了淘宝，标志着中国 C2C 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马化腾开始在腾讯运营一款韩国 3D 游戏凯旋，这项增值业务后来成为腾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助力了公司1年后香港上市。李彦宏的百度在这一年上线了贴吧，第一次尝试让用户创造内容，大佬们第一次见识了流量的魔力。东子就是在数字时代的浪潮席卷中国前的节骨眼上进了场。京东最早叫京东多媒体网，域名是360by.com。2009年，东子拿到了 B 轮融资，2年后拿到 C 轮。201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敲钟。从那一刻起，东子飞身进入了中国富豪榜的前列，也超额完成了年幼就扎根心底，一定要挣大钱的夙愿。但东子草根的底色并不会因为他读人大、扎根北京，在美国镀金，公司做到美国上市而改变。那是刻入骨髓的深层意志表达，是无论外在怎么变化都无法撼动的血脉密码。所以财富自由后的东子和所有发迹后的农村人一样，热衷2件事儿：一是称兄道弟，二是衣锦还乡。所有大佬里面，唯有东子把员工叫兄弟。咱们有多少配送员？配送兄弟有多少？今天呢，就是先讲一个可能是让兄弟们不太高兴的话。我说了多少遍，让员工们、让兄弟们活得有尊严。这个称呼既透着亲切，也带着江湖气。每年都有一天，东子会换上和兄弟们一样的红色战袍，踩着3蹦子，像超人一样送一天货。东子曾经动情地说过：“我是要为18万兄弟背后那18万个家庭负责。”这话听着耳熟。曹操说过：“汝死后，汝妻子我养之，汝勿虑也。”但曹操说这话的前提是他要娶部下做梁官的王后的首级，让他替自己背锅。东子口中的兄弟也是动态调整的，属于薛定谔的兄弟。因为没过多久，东子就在朋友圈怒吼：“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随后高管降薪，取消快递员底薪，下调公积金比例，手起刀落，兄弟没得做。我们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不想听，我能理解，这是每个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错，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的兄弟，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来拼搏的兄弟们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东子的智慧里总掺杂着一丝农民式的狡猾和高粱花子的泥土芬芳。东子还热衷衣锦还乡，他给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一人送1万现金。当得知老同学的儿子还没工作，东子马上让秘书安排一下。想
你来京东工作的哈，回来之后，梁山你来安排。好的。有同学追上来，求他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是中台毕业的，想换工作吗？以后如果是有机会到你手下工作，没有问题啊。东子把京东的客服总部和信息科技园都落户到了宿迁，为当地贡献 GDP 和就业岗位，还在老家盖了豪华的刘家大宅。虽然并没有人居住，但村民经常会驻足仰望，游客也会慕名来参观。东子什么时候最幸福？不是迎娶奶茶，不是美国上市，更不是在明州和女大学生春宵一刻，而是他被乡亲团团围住，红包一把一把撒出去的时候。发迹后的东子走在光明村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比走在哥大的林荫路上更幸福。其实幸福并不是个体感受，而是源于外界。彩虹屁这玩意儿它也上瘾，以极低的声浪从四面八方袭来，无孔不入，令人沉醉，令人窒息。而窒息是快感的极致状态。东子撅着腚奋斗到今时今日，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这极致的一刻吗？但没过多久，东子的祖宅就被人半夜泼了漆。从此之后，东子再未踏足家乡。文曰：某日 Richard 到店，所有喝奶茶的人便都看着他笑。Pony 叫道：理查德，听说你家股价又下跌了。Richard 不回答，对柜里说：俺热烈的马温2杯奶茶，要一个女大学生。便排出9文大钱。Jack 又故意高声嚷道：你一定有脸盲，分不清兄弟和老婆了。Richard 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误人清白呢？ Robin 也不甘示弱：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在美利坚出轨女学生，被拍了监狱照。Richard 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俺热烈的马出轨不能算强奸，有钱人的事能算出轨吗？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996工作制，什么我脸盲分不清谁是我兄弟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金榜题名，事业有成，迎娶娇妻，衣锦还乡，人生中最风光的事儿全让东子干成了。东子当年是带着媳妇儿回光明村的，苏北男人一生的执念是娶个苏南姑娘。东子不仅娶到了苏南姑娘，还是年轻漂亮的南京城里人。不知底细的大爷大妈都围上来，边看新媳妇儿边问：大强子的闺女儿都这么大了？东子哈哈一笑，说：这是我媳妇儿。东子这一刻的幸福千金不换。说起来，奶茶比东子出名早。2009年，东子还在为 B 轮融资拉不到焦头烂额的时候，16岁的奶茶已经凭借一张照片横扫网络，奶茶妹妹的美名由此而来。单说长相，奶茶是相当拿得出手的，一堆人里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她。平庸的颜值才会被淹没在茫茫人海，顶级的颜值是具备侵略性的，是会主动抓目光的。在你刚要寻觅的时候，他已经抢先一步闯进你的视野。早期的奶茶就属于这个级别。奶茶的比较早的一次访谈里说，听说后来那个参加树的时候，就是张艺谋要选演员，也到过你们学校，然后也找过你，好像是吧？对，你当时是怎么想就回绝了？因为我当时刚好高2快要结束，然后马上要进入高3了，就学习很紧张，所以也没有多想就拒绝了。可是很多人都会很在乎当谋女郎，但是我不在乎。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张导当年为选静秋，头不梳脸不洗，费多大劲儿，你是一点不知道吧？过吧，过，走，差很远。他3组式的案就这么着，但是目前报回来看呢，肯定个别有发现。
我就希望他们能跑6个城市呢，一个城市有1个，那么咱有6个人。一群人兵分3路，花1个月时间，全国各大艺术院校跑。就是说四川有一个心目中的竞球，他心目中的竞球，不是他说那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我觉得有一个唱戏的也是心目中的竞球，但是是戏剧一个。过几天武汉有一个艺术类院校的统一招生考试，然后他还是想把那个招生考试的现场呢再去铺一铺，万一要是有什么惊喜呢？不如是在沈阳啊，他认为凑合。有1、2个他认为还值得一看，但是不是特别理想。林爽也是跟露露情况一样，一般觉得有那么1、2个可以推荐的，但是都不像普伦和小藏那么激动。一定要在放假前让他们尽量多。我回头再给他们打电话。行。试镜了6000人都找不到心上，把本来就一脸苦大仇深的张导心里话都干出来了。现在这人这孩子越生越难看，什么原因？漂亮姑娘不跟帅哥生孩子，漂亮姑娘嫁英俊小伙没那个，一定找的就是真的找的煤老板啊、有钱人啊、老男人啊、各种丑八怪、有钱的，这就是普遍现象。所以现在90后孩子啊，真长得灵。行吧，这事儿张导算是权威发言。不过张导的这桩预判却非常有前瞻性。这个风气在20年以前就开始了，20年前就减少了，现在就更严重了。现在就跟你说，你再过10年以后，找票加抗了。山楂树的静秋是一个专业的团队，花宝贵的时间、体力和精力做到极致才出炉的。你莫名的一句我不在乎，就吃拒绝张艺谋的红利吃到现在。对，现在提起奶茶，不稀罕成为某女郎仍是她微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候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世界真的已经这么颠了吗？周冬雨打败了6000人拿下了这个角色，然后他就让我拍正面、侧面还有后面。我那时候还有点犹豫，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嘛。那天状态不是很好，说实话。几个演员现在一个屋子里候着，一会儿就是挨着个的去试嘛。即便你真拒绝了张导，就你和周冬雨谁更适合静秋，这不明摆着吗？再说了，你有人家小黄鸭的气质吗？你有她的灵气吗？周冬雨哭起来梨花带雨，你下巴和嘴巴这2个大硬伤哭起来啥样我都不敢想。慢慢的移情就行，你放心，这孩子很聪明，路上5、6回、7、8回都会。2011年奶茶保送清华，就读人文科学实验班，美丽学霸富家千金，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坊间传言奶茶因为健美操保送清华的说法不算严谨，真靠健美操保送奶茶是不够格的。就拿因此而保送北大的周梦佳为例，看一下他拿过多少奖牌以及比赛照就明白了。运动生涯在他的个人词条之下也介绍得明明白白，这些奶茶有吗？国家1级运动员证书都没秀过，能看到的也就几张健美操团体照片，但是健美操加持了他的保送几乎是肯定的。教育部规定有4类学生有机会免于高考直接录取，奶茶既没有奥赛成绩，也不是退役运动员，加上他爹还健在，所以用排除法去掉第1、3、4项，只剩下第2项。奶茶初高中都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而这所学校属于教育部认可的16所外国语学校之一，也就是说南外符合部分外国语学校里面的部分。当保送资格放权到当地中学，这里面的操作空间一下就大了。运动是增加保送权重的最佳路径，但如何从一堆运动项目中挑出一个难度系数最低的，想必费了一番心思。能找到健美操的确是剑走偏锋的高招。健美操在体育界的存在就像卤蛋这个人一样虚头巴脑的。你说他是体育项目吧，好像是个人就能上去搞2下。你说他不是体育项目吧，
大型比赛好像也都有他的一个席位。成绩是用来区别必须考试的那群人。奶茶从上南外到加入健美操队，再到保送清华，明显有精心策划的痕迹。这背后藏着一整套的运作，从规划到最终获得成功，是值得写进商学院捷径案例库的。而这背后的推手就是奶茶爹，他以领先时代的嗅觉给女儿打造了一个 IP， 然后用名气、免考政策和健美操，顺利把成绩不算理想的奶茶送进了清华。这种卡 bug 能力是万中无一，也是不可复制的。可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只看结果，当你有了结果，过程并没有多少人关心。邓公的黑猫白猫理论就是这类操作最登峰造极的总结。所以当大家还在对奶茶爹的深谋远虑啧啧称奇的时候，奶茶已经在清华报到了。但奶茶才不配位，被爹放在了一个他攀不上的平台，结果读了半年书就发现了问题。清华牛叉的人太多，奶茶在一群猛人中被原地摩擦，学业拉垮的没东西吹，6级考了541分都上了热搜。奶茶可是南外毕业，又走语言类保送，还在清华读书，这成绩只能说稀烂。再听听奶茶的口语。 And the goal of today's exhibition is really to create a platform to support all these emerging talented artists, especially those artists from China. We want to bring them to the global audience, to connect them to all of you here today. And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some of the artists, they are here themselves around their stations. So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talk to them. 说真的，我觉得东子的英文都比奶茶听起来舒服。So a lot of entrepreneurs in China, they made some money by some grave channel or illegal way, even illegal way. But to me, I'm very young, so I want to make money by the legal way, in the sunshine. 看来东子的确重乡情，去哥大游学了一趟，还是宿迁味英语，但说得很有信念感。除了 In the sunshine 太秀了，这句主持人应该没听懂，但中国人都懂。干我们这行，见不得光。哎，对了，东子和明大女生那晚有没有可能是女生说了 Don't stop， 但东子听力差，听成了 Don't stop， 才酿成了大祸。如果是这样，那就真冤枉东子了。成绩太差，所以在清华期间，奶茶的通稿变成了丢饭卡清华男生疯狂寻找，被全体女生嫉妒，被毒妇排挤，担心被同学投毒，衬得清华就像白雪公主的后母一样险恶。你说说，清华好好的顶级大学，这又是何必呢？奶茶爹做音响器材安装和调试生意，的确是有钱人，但中产以上，小富未达。这种人每个城市都有不少，甚至每个高档小区都有几个。中学时期，奶茶经常穿的是依恋和小熊，上大学后才穿上卓雅。和东子在一起，初期还穿的是淑女屋，后来才第一次背香奈儿包。所以他爹是不是坊间传说的南京首富或超级富豪，不好说。也不是以貌取人，奶茶爹这气质也很一般。早期的一则采访中，奶茶说他爹找人删了对自己形象有负面影响的帖子，而且南京本地报纸曾经一连数天大篇幅报道奶茶的新闻，目的性过于明显而引起了读者的不满。因此推测，奶茶爹想必是个脑子灵、路子野、胆儿肥、善于钻营的人，在南京有一定的能量，也有粘度很好的政商圈子。清华在奶茶的生命里就像牛排旁边的西兰花，换句话说，大部分人去清华是学知识拿学历的，但有人是拿清华当长江商学院钓凯子的。奶茶一边走家境优越的学霸乖乖女路线，一边又倒追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人，甚至等不及大学毕业就未婚先孕，难道不是另一种既要又要？
逻辑学真的是很值得全民普及，因为任何你看着怪异却又说不出哪儿怪的事情，深层原因都是其背后的逻辑出了问题。当逻辑不通的时候，任何人或事都会以一种拧巴的形态呈现。大二结束，即便是社会学，奶茶也挂了4门课，感情上也没有结果，所以他决定另辟蹊径。学业肯定是不指望了，他本来也不是奔着做学问去的，所以专心完成高价任务成为当务之急。那么有婚恋要求的大龄富豪或许比年轻2代更有成功率。奶茶自己能拿得出的是颇天的流量、颜值和教育背景，这些都将整合成他的筹码，在接下来的寻觅中最大化的变现。奶茶申请了交换生项目，2013年去美国巴纳德女子学院交流。这是一所私立本科院校，位于纽约曼哈顿。该学院于1900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附属学院，和哥大一直保持着紧密合作，两校学生可以选修对方学校的课程。当时已经是中国最具潜力的企业家东子也在美国。彼时京东的营收额是1000亿。在连续15年马不停蹄的狂奔之后，东子给自己放了4个月的假，前往哥大游学。经过这么冗长的铺垫，茶东和奶子的命运终于走到……哎，我早说过我口才不好。唉，进广告。那天还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带脑子来录影？”然后我就说：“那到底该带吓一跳。